怎么了？错了，这件事情我全做了。我跟你说，别瞎看东西，别瞎看东西，看东西就出事儿了。到底怎么了？不会的。不是，那还有完没完了啊？吴邪，这都结束了，干嘛呀？我看他干嘛呀？会有人完成这件事。怎么可能有人能完成这件事？到时候你就把录像带给到跟我共事3年以上的人手里，这个人一定可以。这有什么问题啊？啊？这不是说的就是你吗？我都夸你一晚上了，还怎么着啊？如果藏海花田每隔多年要毁一次，上一个限定时间前，小哥把它毁掉，因为天寿的时间不确定，他害怕自己在下一次天寿的时候忘记这件事，所以拍了录像带说，他会指定一个人，在下一个80年到来之前，替他毁掉藏海花田。后来张海克截获了这盘录像带，组长选中的那个人就是你。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他找到了一个最有可能是小哥代理人的人，也就是我，来完成这项任务。我回去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帮你把这事忘了。为什么小哥说这个人一定可以呢？那这个人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好，我跟你说清楚了哈。第一，这个人看了这个录像，他得相信他，对吧？第二，王继渊相信这个人，相信小哥，了解小哥，不就是你吗？第三呢？还有吗？这个人得有麒麟血，要不然打不开藏海花这个门。我得到这个冒牌的麒麟血，是在七星鲁王宫，那是我们第一次冒险，我误食了麒麟劫，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而且是在小哥拍录像带之后。哦，你不误食麒麟劫，那就没有这个代理人。小哥怎么会预见到我会误食麒麟劫呢？事实就是，小哥根本无法预判到很多年以后会有一个符合所有条件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代理人是不存在的，我们被骗了。他录的这视频，那是给谁看的呢？如果这个代理人根本就不存在，这盘录像带根本就不是留给我的。这也是一种机制，是小哥留给自己的，为了提醒自己的机制。就连于大都错了，他之前说我是有缘人，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是小哥自己。这么长时间，小哥从来都是孤身一人，这样重要的一个任务，还得拍个录像带提醒自己，连交代一句话的人都找不到。障眼法一点都不高明，换做以前，我当时就能把他识破。而且这一路上，我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揭穿他们的破绽。那是因为我心里面对小哥过往的执念，影响了我所有的判断。张海克不是也利用我这一点吗？勾着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行，没事儿。我对你不是也这样吗？这么多年，我陪着你装傻充愣、上当受骗，不就是有钱难买我愿意吗？懂。行，反正明天就回去了。来，接着喝。
回梧州之前，再去一趟修行场，跟小哥道个别。老师，哎呦，真巧，我正要下山走走。贵客，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是，都已经办完了，准备回梧州了。过来跟他道个别，顺便看看之前的卷轴。昨天夜里又找到几个卷轴，放到张起灵房间了。这么多呀！这小哥啊，就是个卖字画的。哎呀，反正藏海话的事情也解决了，现在有的是时间，就是不知道这次小哥又留下了什么信息。哎呀，瞅瞅吧，祝你有新的发现啊！胖子，你看，这张图上好像记载的是张家的起源。这张家的起源是块碳呐，允铜。你就知道了，说说呗。我之前一直认为张家的体系很复杂，现在我看到这张图，好像我一下子可以想通了。六角灵道和天杖的神秘力量是来自于允铜，张家人的神秘力量也是来自于允铜，而且张海可给我讲过六角铃铛置换的原因。铃声只是掩饰，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些符咒。听我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这块天脉的允铜里边存在着2种寄生虫。寄生在红色允铜里边的叫红虫，寄生在蓝色允铜里边的叫蓝虫啊。一个叫蓝的，一个叫红红，外边的那个叫黑黑。合着这张家就跟这虫虫干上了。接着说，蓝虫长期寄生在张家人体内，蓝虫让张家人拥有异于常人的能力。同时，他们发现蓝虫的分泌物可以让人置换。于是用寄生有蓝虫的允铜打造了六角铃铛，只要摇晃铃铛，蓝虫的分泌物就会飘出来，让人产生幻觉。但是因为张家人体内有蓝虫寄生，等同于他们本身是有抗体的，所以不会被影响。而天杖上的是红虫，这些红虫拥有高度的智慧，会影响蓝虫。当天杖在张家鼓楼启动机关时，红虫就会被激活，会散发出特定的信息素，和活在张家人体内的蓝虫进行信息素交换。在自然界，很多虫子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沟通的。交换之后分泌的特殊物质，就会影响张家人的大脑，操控他们的行为。这，也就是张家人所说的天授。你的意思就是说，红红蓝了一交配，张家人就天授发病了呗？这么理解也可以。感情张家这么牛哄哄一家族，被2个虫子给玩了。其实真正操控这一切的是张家族长，最早发明肉虫子，控制族人天授的张家人，把解药留在了张家鼓楼里，只有族长知道这个秘密。但历代张家族长都选择了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控制家族，一直到小哥的出现。天杖一旦开启机关，小哥就会立即发病，失去对大脑的控制。天授会让他忘记解除天授的办法，所以小哥能救所有张家人，却唯独救不了自己。虽然他也从未想过要救自己，所以他才是我们的小哥啊。不过天真，既然这么大一故事被你给圆回来了，不过还是有一点说不通啊。既然张家人都不会被幻觉影响了，那六角铃铛让张海杏的大姐置换，又怎么解释啊？当年的张家人喝下了井里的水以后，体内的蓝虫被杀死，也就失去了对幻觉的免疫。
但张海克为了救尼亚塔，再次使用了已经成了禁忌的六角铃铛，所以他们一不小心也会被蓝虫的分泌物所感染，产生幻觉。没想到这张海克还真是个大行种啊！还有一点我也想明白了，为什么部分张家人的血可以驱虫？会不会是因为这些虫子可以感受到张家人血液当中红虫所分泌的特殊物质，所以就直接避开了？厉害呀！你用3分钟就把张家的这个家史，给解释清楚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小哥必须去承受还有解决的问题。这个世界大部分的秘密全都在这里，所以他要一次又一次地进入青铜门，去解决这些事情。出来吧。看完卷轴，我终于理顺了整个故事。藏海花是无辜的，真正让米扎陀发疯的，不是藏海花的种子，而是这些金球幼虫。之前看壁画的时候是我猜错了，张海信他们的推测也是错的。根据卷轴记载，很早以前，张家人在调查七鬼事件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藏海花。那片区域很特别，藏海花只能在那里存活。于是就在那里，开辟了一片藏海花田。但是没想到，那个地方却有一种金球状的生物。这种生物似乎来自于地底深处，源源不断，无法根除。它们在幼年时有寄生的习性，寄生在别的生物体上。这种寄生对宿主有很大的伤害。除了藏海花外，其他被寄生的生物都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非常危险。卷轴里的很多信息，其实在壁画上都有所展示。密扎托和库姆里遗迹中遗存的小蛇，之所以会发生变异，都是因为被金球幼体寄生所致。我们在雪山中遇到的那些金球，就是那种金球的成虫，它们成熟以后就会脱离宿主，独立存活，并且有很强的攻击性。那次张家人在库姆里捕蛇，要对付的就是金球虫。金球本身没有药用价值，德纳西人抓住的那只金球，是因为伤害了张家人董灿，所以被检测出了药用价值。而所谓的药用价值，应该是来自张家人体内的蓝虫。为了防止金球流传出去，造成严重的伤害，张家人就在花田外建立了巨大的青铜门。但是金球繁育太快，每隔80年就有可能会泛滥成灾，并借助成熟的藏海花种子流出藏海花田以外的地方。所以张家人才设置了机关，以杀死藏海花的方式消灭寄生在藏海花上的金球幼体，并要求后人每隔80年就来藏海花田处理一次。张家分崩离析后，藏海花田无人管理，超过了这个限定的时间，那些金球幼体迅速滋生，流出了藏海花田。原本穿铠甲的密扎陀会解决金球，但铠甲年久失修后，密扎陀也被寄生发了狂，对沙罗不子造成了极大影响。之后，小哥到达这里，解决了密扎陀，并启动了机关，销毁了花田中的金球幼体。但他们并不会被彻底消灭，所以80年后，小哥还要再次来到这里，启动机关。他因为担心自己经常性的失忆会忘记这件事，就给自己留了录像带以作提示。没想到阴差阳错，
最终是我来执行了这个任务。但庆幸的是，藏海花田的机关杀死的只是那些金球幼体，总有一天，那些藏海花会再长出来的。张家人一直在研究藏海花田的功用，发现藏海花一旦摘下，即会迅速枯萎，种子也灭活了。利用他炼制的药，只可保人不死，被封存起来。张家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除了核心成员外，没有人知道藏海花的真相。在张家分崩离析后，核心的秘密传承中断，张海克这些外家人更不知道其中的秘密。其实藏海花是一种很珍贵的药材，可以增强张家人的体质，也许还有特殊的使用方式，但绝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张海克追逐了很多年，但他执念过重，很容易被人利用。而整件事情背后，是那个隐藏在黑暗中推波助澜的神秘家族。这个家族已经跟张家缠斗了上千年，是张家张起灵的劲敌。胖子，醒醒！吃早点了。看完了，又发现什么了？我去跟小哥道个别，然后准备回梧州。啊，接下来我们有的忙了。哎呦，小哥，你的这次任务，我跟胖子都替你办好了，放心吧。等你出来了，我们再去建立你和这个世界的锚点。虽然到头来你自己是你自己的有缘人，但是经历了这次的事儿呢，我和天真，已经有资本成为你的有缘人了。我们是美美的为你长了一回脸呢。再等5年啊，你可要长命百岁啊！大吉大利！恭喜发财！到时候我们就能见到你小哥了。进来。老师，来，进来坐啊！不做了，是来跟您道别的。这次真的是该走了。再坐会儿，我有事儿跟你讲。来，别说又有新的卷轴了啊！这事儿已经结了，我们真的该走了。来，不着急，来，再坐会儿啊。不是，哎呀，哎，太磨叽了，没熟呢，往后有什么打算啊？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请讲。留下来做德人吧。每个月工资3万，包吃住。现在张家也没有什么工作，非常轻松了。
哦，张家原来是个跨国公司啊，真有钱。他们给小哥啊没少打零工啊，1分钱也没给咱们结啊。小哥比你这个黑心老板还黑啊！准确的说，前些年都是小哥帮我们打零工，替我们收拾残局。这么说来，还是他最黑。来，先尝尝我这个。谢谢。不谢啊，德仁非你莫属啊！你看，德仁已经失传了这么多年了，刚好你们这个时候来了，而且你们跟张起灵渊源又那么深，只要你做德仁，你以后就可以继续慢慢的研究他的事情。万一要是哪天他回来了，你还可以继续记录他的记忆，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所有的资料我们都已经看过了。要是还有呢，你再找找。您这是缺人手吧？是想找人帮忙干活吧？啊，没有，我是很严谨的，而且我们对德仁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我写呀，你心性坚定，做事细致。如果你来担任德仁这个工作，这也是由因生果，因果使然呐。你要是留下来，我就放心了。哦，明白了。您这是想自己出去玩去啊？那是旅游指南，这全世界正挑好地儿呢。哦，您是想找个替代品，二手德仁，是吧？我不是出去玩，我是去游历。哦，那您说说呗。这个修行不能拘泥在一个地方，要到人群中去，这样参透的更深。可是这修行场也不能没人看管，是吧？啊，您不用跟我们说修行，您就直接说我想退休了，想饶世界耍去，我们这都听得懂啊。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对吧？享受一下老年生活，理所应当。您说好了啊，3万是吧？3万也不少。然后那是一顿想加多少根火腿肠就能加多少根火腿肠。这德仁能辞职吗？啊，那不行。德仁是终身制的，做了以后就要终身守护，除非老死，或者有人接替也行。没人，干不了啊！给多少钱都干不了，没自由哪行啊？您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别得人了。二位要是决意要走，离开我这个修行场，就回到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中去了。世事如海，人呐，就像一粒沙子，一朝入海，就再也回不来了。二位，再好好想想。谢谢您的美意，只是人群当中还有我没有了结的因果。若是有缘的话，我们定会再相遇。您说过，我们的因果线还长。好，就这么着。等等，我们真要回家了，我们好久没回家了。哎呀，不做就不做，相识一场也是缘分。
在你们走之前啊，我有东西要赠予你们啊，每人一份。哎，您说您太讲究了，太客气了，这让人都不好意思了。别拿太多了啊，拿一个就行了。拿着，你的。不是这啊，越不起眼的东西，里边越有玄机。我跟你说，什么开运招财的小妙招啊，秘籍法宝啊，我看你这个什么都没有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您这耍我们呢？不是，二位都是做事的人，肩负使命，路还很长。在这里读完了卷轴，是一种修行。接下来行万里路，也是一种修行。既然你们心意已定，前路艰险，鞋虽旧，却能免一些辛苦。谢谢。我吴邪。这是什么呀？这是小哥出来之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好家伙，这么多呀！会解决的。大姐的回信。张海哥去做德人了。啥？发生什么事儿了？老师要出远门啊，贵客啊，还是先说说你的事吧。外面天冷，来，喝杯热茶。我想留这里，为我之前做的事赎罪。不知道修行场收不收我这个罪人？罪人也要喝茶。嗯。我已经把他埋葬好了，就埋在这片雪山，这样我就能一直陪着他了。为什么不放下？该如何放下？往桌上一搁，不就放下了？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啊，不知道为什么想这么多，什么忏悔啦，什么啊执念。我忘了，你不是年轻人。不过我说啊，你这把年纪真是白活了。我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是，让我先不要考虑如何去赎罪，而是如何先放下执念。只有卸下了负累，才不会被过去所困扰，才能静心的修行。我给你找个活吧，你来做德人。像你这种一根筋的人，非常适合这个工作。
要当德人，这终生就不能离开这儿了。啊，除非张起灵将来他不需要德人了，那你倒是可以离开。放心吧，我会尽心尽好德人的职责。这串珠子啊，我打磨了很多年了，可是就是不能把它打磨得像其他珠子那样圆润无痕。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选的这个原料是最难打磨的那种石头。我觉得这个样子也挺好。当然，万事只求尽力，不必苛求圆满。谢谢老师。有一个人，执着几十年，最后发现是个骗局。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哦，所以现在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他选择修行了，希望他早点找到内心的平静了。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你决定要留在这儿？海信，吴邪的信我看了，我留在这里，不是逃避，是想要重新开始。你难道真要一辈子留在这儿，就连我也不管了吗？我不知道，修行者能看到因果，我看不到。我的想法太乱，这里安静，也许在这里待着，我能想明白。你不要再为我而活了。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丢下我这个包袱，你就能找到。走吧，你该走了。你真以为你自己有多大魅力啊？要不是因为你是我哥，要不是因为我怕你死在外面，我才懒得理你。我应该一开始就阻止你。不过说到底，又何尝不是我害了你？都说生在张家的孩子不会幸福，可我不一样。小时候，不管我遇到多大的危险、多难的事儿，我从来都不会害怕。因为有你在，别人都羡慕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好好保护你，就像你保护我那样。
可惜，我用错了方式。明明知道你错了，还陪你一错再错，是我的宽容害了你。海星，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要救他，我就必须做出选择。这是错的。我为张家付出了这么多年，难道就不能用一个藏海花换我的一生幸福吗？你变了，你怎么变得跟张念一样？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路而已，就像当时我们和族长选择了不同的路一样。现在我选择了这条路，你怎么选？我帮不了你。海香，算个求你，我只需要你帮我这一次，就这一次，行吗？我们把这一切都搞砸了。你不用责怪自己，是我这个歌没做好。你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我这一辈子都还不起。够了！我认识的张海克，再没有出息，也不会说肉麻的话。哥，我要走了，但这一次，我不是因为听你的话。可是，德仁是张家的职位，我背叛了张家，还能继承这个职位吗？其实你和张起灵当年的计划，我全都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背叛了张家，我也知道。后面的缘分还长着呢。可是我觉得，不妨破一次例。之前我在基拉修行场的卷轴里边，就看到过关于汪家的信息。只要他们一天还在，9个家族，张家、汪家、驻守精通们，这些事情就永远不会结束。所以这5年的时间里，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彻底解决剩下所有的难题。胖爷，我得注意养生了，这是个大工程啊！这是沙漠里的一片禁地，也是一座神奇古城。决战将在这里开始。我知道会有很多人牺牲，但我还是决定赌上9个家族的未来，向几千年前就被设定的命局宣战。多年以后，沙海计划最终取得了成功，族辈之间的恩怨纠葛也算告一段落。我四处冒险的这些年头，成长了许多，收获了许多，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和胖子讨论过，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一个个离我们而去，比如潘子。我们每年都会来祭拜他。
来看你来了啊！怎么了？多了好多白头发。哼，岁数大了能没白头发吗？我这要保刀为老，都别矫情了，让潘子都看笑话。跟潘子再告个别，潘子，我们会高高兴兴的把小哥接回来，走吧。走了，去个凉快的地方过夏天。我尝试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小哥，知道10年之后会有人来找自己，会做什么准备？他又会怎么出现？他出来的时候会是一个人吗？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记得那座巨大的青铜门，镶嵌在岩壁之中，使之看不分明。手电的光芒照不出它的全貌，它似乎真的在那里。走进青铜门，那种让人窒息的光泽，在巨大的门体上，让人感觉远古之深。滴咚，小哥来亲人啦！滴咚，哎，小哥，我们来了啊！你听见了，直呼一声啊！门太后了，应该听不见吧？是啊，门太后，时间太久，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就等着吧。退休养老，听着怎么那么美呀？奔波了10年，是该好好歇歇。想过吗？小哥出来以后，打算怎么办？之前我在南方的山里边寻访到了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就坐落在一个山谷的半山坡上，然后它附近有6条瀑布。溅出来的水就常年落在那个村子上，让那个村子看起来就好像一直在下雨一样。听着不错呀。打算在那休息一段时间吧。小哥从青铜门里边出来，他也就自由了。他要去哪儿，我也不知道。那你买卖呢？不做了啊？交给小花，给小花了，我欠她的。
是关还是继续，他说了算。这不给小华不给我，咱俩不是周远兄弟啊？听我一句劝啊，该休息了。你考虑一下，跟我到那个村子里面一起养老。养老听上去还挺美的啊，只有真正的离开，才能真正的结束。没有真正有意思的故事。做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和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点的联系。过来吧。休息吧。哎呀，明天就是约定好的日子了。胖子，这些都是10年中的我自己。幻觉，都是幻觉，都是幻觉。幻觉。出来了，啊？没有，还没出来呢。把你吵醒了吧？你接着睡吧。哎呦我操！哎呀，喝水吧。我一直没睡啊。我睡了，刚醒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胖子，我在想，他出来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呢？啊，你就别想了，到时候不就知道了。咱们胖爷我美妙的鼾声，不能催你入眠呀。听歌吧，啊。好啊，手机里有什么歌啊？我专门给小哥下的，咱当兄弟的也有义务让他与时俱进，他都落后10年了。这歌我就怕小哥听见就被吓得缩回去了，换一首。这首我觉得还行，你觉得呢？不会不出来吧？在我刚才说的那个村子里边，由于雨水充足，所以有一种很特别的野草，叫鱼仔参。当地的人把它的花瓣包在点心里边，说吃了能长记性。鱼仔参只开花不结果，要想播种，只能靠根茎繁殖。听说也有结果的，因为它非常的稀少，兽人吃了它的果实之后，可以回忆起前世的记忆。这也只是传说。You leave the crowd like every passing cloud. We lose ourselves. 天真。In our fate they want. 做梦呢。小哥，小哥，你可舍得出来了啊！哎，我看看，那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里边怎么样啊？带我们进去瞅瞅。How can I breathe a maze? How can I read a trail letters? Like the morning dew was shining through the dark. 走吧。Come back when it's 哦。
去哪里？回家。哎呀！ Come back when it's snowing again.胖爷，我身居飞王子，诸葛飞龙，摸金校尉，红龙美洲狼，美人胖胖。4月18上的大白羊，爱吃烤全羊，烤腰子大不辣，白白胖胖爆脖。 爷们儿可是暴，脾气刀和枪都玩得倍儿溜，最擅长养猪，睡得跟猪似的。二位，胖爷我来玉村，可是享受养老的啊，看来又得当保姆和司机了。在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祖先靠着冒险与探索，一点点了解这个世界的边界，发现问题，学习知识，避免灾难，为后代积累了数不清的经验。可是现在，当我停下来，终于不再往前走时，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也许冒险的意义，是为了回家。 哎，这就是千年雨村啊！啊，到了。这是什么呀？啊？哎，哎，这为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吗？ 哎呀，好多草啊！哎呀，简陋是简陋了点，不过没事，只要咱们仨在，无论在哪儿，都是家。哎，来来来，我提一杯啊！这10年小哥不在咱身边，我和天真的真是眼瞅着就要山穷水尽了。 没想到，哎，小哥就回来了。咱们铁三角重组又来到了雨村，来敬我们的新生活。这呀，归零是多可贵的事儿啊！强爽吧，咱们就，哎呀，高兴，真高兴啊！哎，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10年灯啊。 君不见拜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啊！小哥，你受得了吗？啊，是不是想回庆东门了？这就是天真式的自缢自怜。哎，才自缢自怜呢。我知道，你不就是害怕老吗？你怕追不上我们，是不是？谁怕呀？10年了，10年我怕过什么呀？知道，这10年你什么都没怕过，但是就怕这一点。胖子，行了，我们现在什么都经历了，又这一大把岁数了，在这终于踏实下来养老了，你就别执着了。来，不执着，我早就不执着了。故事讲到这里，也终于磕磕绊绊的讲完了。但在这个过程里，我既没有得到财富，也没有得到名誉，似乎我没有得到任何有形的东西。为什么我还要一直往前走呢？王爷，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因为，如果我们一定要为了获得实际的好处而上路，那么很多美好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就像我们种的这块地，重要的不是果实，而是播种的过程。胖爷，我感受这几天哈，这真是个避世的好地方。哎呀！ 胖子，你喝口水，在这歇会儿。等一下，帮我上山上把晒的咸菜收了，都晒了好几天了，别到时候赶上下雨。不着急吧？这哪像下雨的样啊？那儿去不行，老刘到时候先炒。小哥人呢？怎么好一阵没见着他？慌什么慌啊？人上山里玩去了，不行啊！哎呀，前两天他不是还弄了个受伤的野鸡回来吗？没养2天，就让那婶子姐给偷走了。已经习惯了他转身就走的日子了，我都条件反射了。你得习惯养老的慢生活。就说曹操小哥就到了，都发现什么了？要不要去山里走走？呀哟，世界上的因果关系很多都是相反的，不是因为你看到路途的尽头有美景，你才上路的，而是因为你上路了，冒险了，坚持了，那些美景才会发生。你永远不知道你遇到的美景会是什么。咱下半辈子改行当导游得了。我看你这业务能力可以啊，肯定不缺钱挣，是不是，天真？你看这点多棒！走吧。这边的水系很发达呀，没想到下面还藏着这么一个湖。哎，这是谁呀？有鱼吗？这味道怎么这么熟悉啊？有股老陈泥的味儿。呵，真够冲！老伯，您用的饵料很特别，特意加了东西。您知道那条鱼喜欢吃什么，所以是专门为它准备的。饵料充足，用的鱼线又是最粗的，鱼钩都是炸弹钩。看来您要对付的是一个大家伙。看来你要知道点啊！既然知道，你就别在这影响我钓鱼了。嘿，还赖上我们了，钓不上来。老爷子，老伯，但是我觉得您要等的那条大鱼，
应该不会出现在这么狭窄的湖面上。而且就算它上钩了，您这个鱼竿也应付不了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您别生气，我们呢也住在这个附近，就是来山上玩，到这儿来看个热闹。我就是有点好奇，您为什么要在这里钓一条您明明知道都钓不起来的鱼呢？哎，鱼！哎呦，慢点，慢点！哟，来了，来了！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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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我这边溜了，哎，这去，溜。哎，我来吧，我来帮你，让他帮你。来，我你小心啊！我操，这绷住了，跟我这儿。哎，你还挺来，慢点，没事。来一次行，上岸了啊！慢点，走。10分钟就熟了，10分钟才走。下半身，使劲，下半身。这好家伙，好家伙！嘿，快上来了！来，你接着，往那冲，再往入。哎呦，这都成精了，这都啊！哎呀，这太大了，老伯，刚才我那话您就当我没说啊。哎呀，这回可高兴了。这鱼确实不小，怎么了？难道说这条鱼不是您想要钓那条？啊，还有比这大的？这够吃了。好了，闻香味儿，来了，啊，这酒不错吧？哎，来，谢谢，身体健康。哎，心想事成啊！嘿，您跟我们唠唠呗。这什么鱼啊？你非得给它钓上来？头回听说这鱼啊，那还是20年前呢。我儿子呢，从小就跟着我，也喜欢钓鱼。钓遍了江河湖海，是什么新鲜钓什么。据说啊，他们在这儿看见了一条从来没有见过的鱼。那鱼的影子啊，是又大又长，身上长着水草，还挂着铜钱。你说神奇不神奇？哎，死水龙王。据古书记载，生长在这些封闭水源的大鱼，都有这个名号。我不管它是什么龙王，我非把它钓上来不可。来，来吧，来，敬您啊！来，心想事成啊！那你儿子呢？不是见着那鱼了吗？他怎么没给钓起来啊？他和他的鱼友都被那条鱼给拖下了水，从此是尸骨全无啊！那以后啊，我就在这儿住下来了。我还画出了这边的水系图，一钓就是20年。现在年纪大了，也没几天了。20年前，这里世风大旱，水位骤降。那条鱼估计是在水里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就冒了出来。这么说，不是干旱季节，根本钓不上来啊！我操！我是说哈，能20年干一件事，那当然帅了。不过您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这生死有命，对吧？那何必较这劲呢？我就是想把它钓上来。嘿嘿，好，来，儿子，行，谢谢您啊，谢谢您这鱼，对吧？当下有鱼吃鱼，有酒喝酒啊，对吧？得享受现在。
带什么东西，压根就没想离开，就是死也得死在那儿。他得了重病，活不长了。你早就看出来了。这人要死了，是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可是何苦地呢？20年了，他比我执着，我们也许可以想办法帮帮他。帮他，帮得了吗？我们先开始帮忙，也许帮得了，也许帮不了，但不帮忙，什么结果都不会有。也许一直帮下去，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因为什么机缘，他就想通了呢？对，先帮了再说。回去后，我和胖子、小哥一拍即合，决定帮那个老人钓传说中的死水龙王。但在出发前，我们先决定给小哥好好过一个年。这也是我们3个人一起过的第1个新年，也是一次新的冒险。精彩的冒险，可以是进入无人的区域，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电影里才会发生的探险，也可以是生活中的任何一面。不信，你看看我们。干嘛呀？杀鸡。胖爷，我更想马杀鸡。备的菜都齐了，你火生的怎么样？这胖爷我生的火，炖什么都好吃。好，火生好了就可以备菜了啊！哎呀，救！呀，胖子，呀！不，咋了？呀！对不起，不会吧？什么呀？酒忘买了。嗨，酒啊！哎呦，哎，胖子，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就给忘了？对不起，我真给忘了。大过年的怎么过？买去了？上哪儿买啊？都关门了，大家都回家过年了。那怎么办呀？家里还有吗？家里找，我上屋里找，你找这间。我中午喝了一瓶。哎呦！胖子，赶紧过去看看，大过年的，别闹出什么不愉快了。该赔礼赔礼，该赔钱赔钱啊！我们在城里下个馆子都不用花钱，还在乎您只鸡啊？您含着谁呢？你是不在乎，可这鸡是我的呀！怎么就是你的呀？哎，你看您这么大岁数了，您都欺负我们平仔啊？这你叫他一声，他答应吗？他托梦给你吗？你怎么说话的啊？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欺负他了？这个鸡我养了1年，我不知道啊！沈大娘，我怎么说话了？哎，你来正好，你给评评理。对不起，千错万错，全是我们的错。怎么是我们的错了？胖子，不打招呼就杀我的鸡！就是我们的错呀！哎呀，大娘，您听我说啊，唧唧复唧唧，大娘当户织，不闻鸡叫声，唯闻大娘叹息。说什么呢？他呀，托梦给我了，说您就是他妈，不是您就是他的领导，所以呀，小鸡死的实在是太可怜了，那我们怎么办呢？赔吧！哎，大娘，钱都带来了，你看多懂事儿。500，您看够不够？这是不是有点多呀？有点多了哈。真的没零钱，您就收着吧。我也没零钱找你，要不拿100回去吧？不用了，要不拿酒吧？这100块钱就当买您的酒了。太聪明了。买酒那也要不了这么多呀。我这还有点鸡蛋和腊肉啊，拿回去添个菜。嗨，哎呀，过年了嘛，大伙都乐呵乐呵啊。谢谢。大娘就是大娘。沈大娘，新年快乐！哎，快乐！恭喜发财！哎，发财！大娘，一会儿一块放炮啊！新年快乐，大娘！新年快乐啊！对吧，朋友们？生活何尝不是一次冒险？在生活中的人们，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伟大的冒险家。
你还记得吗？我们在尼莱斯，我们在莫桑，我们在隐沙洛，我们在雪山地下的那些冒险，你是否还能分得清哪些是你认为的英雄主义？是那些时候的我们，还是现在的我们？王爷，铁三角走的好。最后重新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做吴邪，经营着一家叫做吴山居的古董铺子。我是老板，还有2个二老板，一个名字叫做王胖子，一个叫做张起灵。我们从冒险中归来，回归生活的冒险。你不要笑话我们，有时候给爸妈亲友做一桌子好菜，就是拯救世界了。好了，再见，朋友们，希望我们难忘今宵。